是你，还有初衷，有回忆，有一个等待在心里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谁要住店？董小宛，董小姐。哦，可是书写着松径丹霞染，幽壑白云归的董小姐？正是。啊，快快有请。好。小婉谢过公子了。啊，不用客气。老少姐。哎，想占便宜也得等天黑呀，我还在这儿呢。侯贵，侯贵，侯贵，我要出去溜达溜达。老爷没发话，小的不敢放您出去啊。公子，你就念在侯贵平日为您尽心做事、背进黑锅的份上，成全小的这一回吧。你要把我关死在这儿？老爷说了，大考那天就放公子出去。侯兄，皮匠，哎，你来的正好啊！知道侯兄有难，小弟特来相救啊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走。同是乡试，你都是金陵第一，这次会试头名，还不也是你侯兄囊中之物吗？眼看连中3元，侯兄你为何轻易放弃啊？国破如此，即便是日后殿试也金榜高中，又能如何？我们读书人10年寒窗，所为何来？难道侯兄你真不惜功亏一篑吗？本朝皇帝自登基以来，年年换相，已只有崇祯50相之多。所换之相，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？又有哪一个就大厦于江青？所以，就算你我中了大明的进士，恐怕也枉费了我们读书人的10年寒窗啊！唉，侯兄说的也对。不过所谓达则济世，困则寻情，侯兄不妨在脂粉堆中一抒胸怀，便知我说的不假。茂兄流连秦淮，居然泡出一套理论来。听说奇女子董小宛也来到南京，我与她曾有一面之缘。侯兄如有兴致，与我同去探访她如何？奇女子何其之有？哎，不比不知，她的才高貌美，自是不必说了。不易的是她的善解人意呀。也就是照着诰命夫人的模式培养的吧。我既无心做官，与这类女子恐怕也无缘。我看，还是茂兄你自己去会她吧。呵，想不到侯兄你对柳姑娘如此专情啊！侯某做事虽然不济，但对待感情玩笑不得。跟茂兄，那可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侯兄，你外表放荡，内心却从一而终啊！唉，茂兄，你外表痴情，其实却多多益善呢。公公啊，圆圆姑娘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咱们唱曲儿吧。下去吧。哎，唱曲儿的事儿，改日再提吧。啊，恒伯，你过来，老夫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议。公公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。洛阳传来密报，福王府的郡主潜入了南京。
嗨，王公贵族到这金粉之地逍遥快活，那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儿？公公何必紧张呢？司空见惯。你哪里知晓啊？那福王爱女如命，金枝玉叶般养在深宫，寻常人难得一见。此时突然出宫，必有重大图谋。恒伯呀，你是自己人，跟你说也无妨。那福王多年前未能登基，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今闻密报，说他不但勾结满人，还要跟满人结亲。郡主此时出宫，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？恒伯，咱们都是为皇上办事的人，不得不多留个心眼儿啊。公公尽管放心，只要他到了南京城，迟早都是咱们的网中之鱼。我信得过你。圆圆呐，又在自伤身世了。我不是总跟你说吗？人各有命。妈妈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老天赐给我如花的美貌，为何又要如此的惩罚我，让我从小孤苦伶仃的，无依无靠，只剩下进这媚香楼唯一的出路？难道我真的这一辈子只能看着这些臭男人的颜色过日子？什么样的风流才子，又岂能真入我陈圆圆的眼？可惜圆圆福报。你可别小看这媚香楼啊，那机会可大大超出寻常之地。你想想看，就算你生在殷实人家，父母双在，又岂能有这种天天抛头露面、阅尽天下男人这等机会啊？我在此见的男人虽多，可个个都是逢场作戏之徒，又既是圆圆托付终身之人。圆圆呐，那是机缘未到。圆圆命苦，不知此生能否等到这冥冥中的机缘。妈妈现在来呀，正要告诉你，机会来了。钱大人，秋闱大事想必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哦，接到公公的手令后，千亿马上就着手安排。目前，开考的消息已经发到了各州各县，考社也修葺粉刷完毕。不过，明日还请公公前去检查，以免皇上把如此重任托付你我，望钱大人与韩某同心合力，确保秋闱大事万无一失啊！公公放心，钱某尽力报效朝廷。大考将近了，像侯朝宗、茂必江这种江南才子有何举动啊？这些公子平时恃才傲物的，有的倒也安分，有的则鄙视正途，不愿意参加科举。不过千亿正在尽力规劝他们。很好。这些人能够参加科举，皈依朝廷，自然是好。若是像牛金星、李严这一类留在民间帮助闯贼，还不如早日杀掉的好。临行前，皇上亲口对我说，对于才子，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就除。钱大人意下如何？皇上的旨意自然没错。今天来的韩公公，你知道吧？你可别小看这个人，他可是皇宫里大红大紫的大太监。他这次来，名义上是会试监考，我看他是冲着花魁大赛而来的。莫非是宫里？嘘，你可别乱猜。总之呢，这次你要是真的中了花魁，也许就是天降机缘，
保佑我圆圆从此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呐！南京佳丽众多，圆圆一向福薄，就算有这种好事，又怎能降临到我的头上？圆圆呐，不是我做妈妈的偏心，这论才华、论相貌，你又比谁差了？圆圆，要想过得比别人好，那就要发挥自己的强项。圆圆堕身青楼，还有什么强项？你这个蠢丫头啊！老天赐给你这个玲珑有致的身子骨，如花似玉的脸蛋儿，那就不是武器啦。对男人来说，那比刀剑可灵光多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女人只要嫁对了人，枕边风这么一吹，那就等于有了雄兵100万呐。你这次在花魁大会上，如果真的能夺魁，那些男人还不都围着你转？到时候谁还敢说半句风凉话？怎么，说你2句就不高兴了？圆圆不敢，圆圆这就去苦练舞姿。这就对了嘛。圆圆要当花魁。哎，明星姑娘，你家公子还缺什么不缺啊？我们家公子会缺什么呢？就算他缺个什么呢，也不是你这鸡毛小店所能解决的。哎，我是诚心想跟你们家公子交往才这么问你的，你别狗咬吕洞宾啊！好吧，看在你很真诚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家公子呢，现在缺的是缘分，你给得了吗？缺缘分？哦，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家公子是不是在家待腻了，想出去寻花问柳啊？哇，你这真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！你就说是不是吧？我这叫话糙理糙。大概有那么一点。嗨，只要有半点儿，我就能解决。告诉你吧，天下第一美女董小宛到了，就住在这听雨轩。怎么样，给你家公子来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？哇，哎，又来了一个天下第一美女啊！这下有趣了，到时候可千万不要来一个美女相见分外眼红啊！美女，就你呀？你也想当美女啊？昨夜东风似虐狂，只系枝上谢浓妆。公子，哎，大晚上你跑哪儿去了？我让你打探六朝楼主的消息，打探的怎么样了？我有重要的情报，江南第一美人董小宛已经到南京了，而且就住在我们这个听雨轩里。我已经和杨文友说好了，你一定要会她一会。乱点鸳鸯谱！你公子我是个冒牌货，这万一被董小宛看中了，哎，岂不是可望而不可及，白白的伤了美人心吗？不见。哎呀，别美了，杨公子都跟我说了，这个董姑娘呢是专门为了花魁大赛而来的，而且夺魁的呼声最高了。怎么，又一个最美的美女啊？你是不是怕见最美的美女呀？好，我倒要看看那董姑娘究竟如何的美法。公子有何贵干？如皋冒辟疆，要见董姑娘。我看你就省了吧。我家公子吩咐了，凡是求见董姑娘者，一概不得入内。为什么？我家公子为报答李公子，严明一定要让李公子先睹那个董姑娘芳容。杨龙有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董姑娘是你们听雨轩的器物，听任她送人情？公子如果不服，尽可以去衙门告我们少爷，最好是去总督衙门。好酒量！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但不知侯兄喝了这么多酒，还识得字吗？酒肉穿肠，浑身血脉必张。我正想奋笔疾书呢。哼，算了吧，
我看侯兄也醉得够呛了，写字儿恐怕是不行了吧？你未免太小瞧侯某了。别说这会儿，就是把这坛子喝下去，我也能写字，而且字字可以传世。空口无凭，我说几个字儿，你要真能写出来，我们才信。对呀，写出来才有人信。哎，你醉了，写不出来了，得找地方睡去吧您。尔等一群平庸之辈，焉知何为英才？拿笔来。说吧，我侯朝宗如果连几个字都不会写，何以立足金陵啊？好大的口气！先写个听字试试。这有何难？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如何呀？还行。再写个雨字儿。侯兄英才，果然可比李白、杜甫。我再想个复杂点的。阁，阁楼的阁。侯兄还知道怎么写吗？哎，侯兄，哎呀，侯兄啊，莫非忘了写法了？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。你看这个杨兄啊，这门内的事，你比我内行啊。你来填上它。啊，我哈，你没醉啊？我何时说我醉了？啊，我若醉了，焉能帮你起这么好的名字？听雨门。好几个侯朝宗啊，你就这么对待朋友？你杨龙友平日总将侠义二字挂在嘴边，现在却为了讨好你那总督姐夫，置朋友情谊于不顾，戏弄于我。这就是你的交友之道？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把听雨门挂出去，就说你侯大公子给我们取的名儿？悉听尊便。董姑娘怎么说？小姐说素昧平生，这些礼物还望公子收回。这可是上好的关东山参呐，参灵有100年之长，服用以后活血养颜。小姐说了，就是因为这东西太贵重，所以更不能收了。多谢公子。侯兄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哎，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能进去。我们不跟你多说，快将那李公子叫出来，我们要和他理论。哎，你们两个，何人清晨在此叫嚣啊？这李公子就是那个李公子和他那个刁钻古怪的小丫头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个醉鬼呀！哎，今天又多喝了几两酒啊？你那个贼头贼脑的吓人呢！你就是那个狐假虎威，仗着个小小的杨龙友，在南京城里横行霸道的李公子？哎，谁仗的杨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不知道您这位没名没姓的公子找我何事？这位是侯朝宗公子。横眉立目的。
在下冒辟疆，我们来拜见董小宛姑娘。李公子一介读书人，却如此霸道，不让我们相见，却不知是何用意。原来你们南京的才子都是这样的风流酒色之徒。那么你们快进去吧，我自会与杨公子说个明白。李某今天算是领教。哎，这姓侯的太狂妄了，公子快去灭灭他的威风。自从上次别后，辟疆时时忆起与姑娘月下联诗之快意，不知姑娘近来一切可好？有劳公子牵挂了，小婉对公子也甚为挂念。董姑娘，冒辟疆此来是想要给你介绍一位朋友。这位是侯朝宗侯公子。今日得见，实乃小婉的荣幸，还望侯公子恕小婉怠慢。这个狂生原来也有如此知礼的时候啊！哎，感情见了美女就不一样喽。所谓才子配佳人，这佳人嘛，或许；才子，却未必。董姑娘，你或许只闻侯公子的才名，却不知其他。愿闻其详。这位侯公子的父亲曾做过兵部尚书，因为反对魏忠贤，辞官还乡。侯公子继承乃父之风，拒绝科举取士，洁身自好，在我辈读书人当中素有清流之称。公子爷，我知道这位茂公子祖上什么出身了，他祖上一定是吹鼓手出身哦。我就侯公子特立独行，不愿考试做官，令尊也是此意吗？家父自然是希望朝宗去考场一试，但是侯某心意已决，断难与这些人同流合污。这个侯公子倒是狂得有点个性，跟咱们在京城里日日见的那般公子大不相同啊！哎，公子，你说什么呢？灭他，灭他呀！恐怕是知道自己水平有限，知难而退，故意摆个姿态，也未可知啊。这么说来，这位李公子定然是真材实料喽。侯公子，你在跟在下讲话吗？可惜，本人现在呢，突然又没心情了，得罪。董姑娘，不知今日可有心情与我二人把酒一叙啊？我们家李公子求见董小宛姑娘。哎，这位公子，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。是啊，凡事是应该有个先来后到。可是我们就住在这儿，这位公子，你说谁先来谁后到呢？哎呀，他分明是跟你耗上了，这回可麻烦了。李公子，董姑娘今天我们是鉴定了，你们要怎么样？那就比一比呗，谁的本事大谁先见。好，比就比。我岂是会建议女子与人争锋的？侯兄，人生在世，乐处虽多，但没有一件比得上男女之间相互征服更让人热血沸腾的了。侯兄，你就帮为兄一把吧。好吧，侯某在南京也算有点虚名，李公子竟然叫阵，想必是胸有成竹，但不知是怎样一个比法。你们都市人还能比什么呢？弓刀石马步剑，太欺负你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就比作诗吧。哎，诗你会做吧？好啊，那侯某就以李公子扇上所坠之玉坠，随口赋诗一首，献丑了。
南国佳人配，休教袖里藏。随郎团扇影，舞动一身香。久闻侯公子才思敏捷，出口成章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凡，难怪茂公子会对你推崇备至。哼，李公子，该你了。你说吧，都是你吧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作诗不是我的强项，怎么收场啊？那我可不知道了。李公子，请吧。在下静候李公子指教喽。这诗嘛，做的倒还算是通顺，就不必指教了啊。难道你就不想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文才吗？哼，我有说过要和你比诗吗？那这位姑娘说话不作数吗？当父亲的发话让儿子去科举，当儿子的都可以不听话，更何况一个丫头啊！李公子，光靠伶牙俐齿难以服众，若是江郎才尽，就请自便如何？好，就算我是江郎才尽，文章做不出来，不过字有时的字倒还认得几个。侯公子，不如呢，我们就简单点，比比识字，你意下如何？但请李公子随意出题，只要有侯某不识之字，侯某立刻自行扫地出门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请赐教。哎，李公子，你好像并没言明要比试外国文字。原来茂公子在学问上走的也是诡辩一途，白马非马，老妖非妖。那这外国文字，自然也就并非文字了。哎，你，茂公子，小婉还要在南京待些时日的。茂皮将明白，改日再来拜访。恕小婉不远送。哎，明熙，去看看那个天下最美的美在何处？董姑娘，今天呢，李某也累了，改日再来拜会。告辞了。哎，侯兄，侯兄，不必恼怒，我们改日再来。这个李公子机智多变，倒是我侯朝宗难得一遇的好对手。而且，今日原本也是你我先误解了他。我看他气度不凡，又岂是会仰仗杨龙友撑腰的呢？我说侯兄啊，我看你跟这个李公子倒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惺惺相惜起来。只可惜啊，将董姑娘这样一个美妙尤物拱手送人，真是心有不甘。哎，茂兄此言真是大不中听啊！董姑娘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，又不是什么物件，怎是你我拱手送人的东西啊？啊，她有她选择的权利嘛。而且我看李公子啊，意不在此。哎，公子，你听我说啊，哎，咱们今天可真是大快人心啊！这一仗赢得真叫一个漂亮，把那个姓侯的什么公子打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，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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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赢了什么用啊？凭的又不是真才实学。不过要论到真才实学的话呢，哎，那个侯公子啊，倒是才华横溢，实在是令人心折呀。傲的也并非没有理由，输了以后呢，走的也潇洒，像个男人。公子啊，
你怎么帮起那个敌人来了？哦，莫非你？莫非什么呀？莫非，你呀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是不是所有人都打起来了，你才高兴啊？然也，然也。这个老福王曾经说过呢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我小明星则说呢，看人斗，其乐无穷。嘘，嘘，侯兄，我看你不必泄气。这个李公子他所凭借的，无非是一些雕虫小技、旁门左道。改日我们有备而来，定斗得他人仰马翻。可惜我没有技权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应该是西夏文。哦，侯兄不愧是过目不忘啊，只看一眼竟然就记下了，实在是佩服佩服。去你的吧！公子，闹什么呀你？小丫头，说吧，那个董姑娘究竟如何的没法啊？不好说。反正呢，我要是一个男人的话，我就恨不得把她给抱在怀里。小丫头，出来才几天啊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放肆？你瞎想什么呀？我是说，我恨不得马上搂住她，抱着她，安慰她，保护她。她那个样子啊，长得楚楚可怜，人见人爱，任哪个男人都想为她做出一点什么。真的，拜托你呀，相信一下明星的眼光好不好？小明星见的人呢，可要比你见的人多得多了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谁惹你了？你发愁啦？不是我生气发愁，我只是替那董姑娘发愁啊。想到一个如此楚楚美丽、人见人爱的女孩流眼泪的日子不远了，唉，我心有不忍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。对了，因为本公子一时兴起，我也要到花魁大会上一试。如此一来，那董姑娘和陈圆圆，即使如何的温柔，如何的美貌，岂不都和花魁无缘了吗？怎么，你真的要去参加那个什么花魁大会？你不怕让老福王知道了，他马上打断你的腿？打断了我的腿又能怎么样？选美嘛，靠的是脸，又不是脚。打断了腿呢，我照样能得第一。你疯了？你才疯了呢！哎，侯兄，董姑娘那里，我们明日再去。哎，你要是喜欢那个董小宛呢，你应该自己勇敢地往前冲，何必拉上我呢？我呀，要是有这份闲情啊，还不如跟那个难缠的李公子斗上一斗。哎，侯兄，你还记得此事啊？莫非你和他斗上瘾了？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不大对劲儿。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那个董姑娘的样貌我是不知，不过果然得体大方、温柔解人。这次你倒是没说错。那是自然。至于这个容貌嘛，更是万中无一呀。哎，我说侯兄，难得听到你称赞别人，莫非你？哎，非也非也，我早就说过，这样的女子跟我无缘。我知道，你的缘分是在那个个性极强的柳姑娘那里。不过恕我直言，我冷眼旁观，总觉得你和那个柳姑娘也并不是如何的投缘。她可是一心盼你夺取功名的。这次看你对这个董姑娘如此的紧张，倒像是动了真情啊。实不相瞒，我虽阅尽天下佳丽，但却从来没有一位像董姑娘这样让我一见倾心。侯兄，这次就算你不帮我，我也绝不罢手。好，我就冲你这一见倾心。来，侯兄。请问哪位是茂公子？哎，我就是。哎，你不是董姑娘那里的？我家小姐有请公子，公子请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我回来继续跟你喝酒。小婉一弱女子，
身单力薄。此次选美，心中实在是没有主意，想请茂公子担任总管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呀？辟将多谢董姑娘垂青，受此重托，当肝脑涂地，尽心尽力为姑娘出谋划策，幕后运筹。小婉这厢先谢过了。那些臭男人，有点才学就号称几大公子，名满天下，靠的是什么？文章才学。对。可是我们这些女子呢，不能参加科举，纵然是文采盖世，满腹经纶，也出不得这闺房。不过呢，选美大赛可就不一样了，那可是众人瞩目，坚决不能放过。啊，那就是说，公子要把自己给卖出去，而且要卖一个大价钱。臭嘴，你就不能说的文雅一点？文雅一点应该怎么说啊？至少也应该说推销自己吧。哦，那就是说，公子想把自己当做商品，让那些丑男人挑三拣四。你又错了。只要我得了花魁，那就是奇货可居，只有我选他们，哪有他们选我的份儿？你也不想想看，我在王府这么多年，虽说贵为郡主，可又有哪一件事情能真的按我自己的意思去做？再看看陈圆圆，虽说是个青楼女子，可选择的权利比我大得多啊！公子啊，选什么呀？选来做什么呀？莫非是要给自己选一个如意的夫婿？你这个臭嘴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公子饶命啊！哎呀，公子饶命啊！哎，如是，来得正好，看看我这幅仕女图画得如何？如再赋诗一首，岂不是更妙？说得好。我采了一把艾蒿，给你驱赶蚊蝇的。啊，多谢多谢多谢如是费心了。如果你能科场高中，就算让我为你日夜打扇天灯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如是啊，如若是别的事情，只要是如是的心愿，朝宗一定尽力。唯有这一桩，朝宗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你真的没有一点报国之心吗？奸臣当道，如此乱世，即便是做官又能如何呢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“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”吗？哼，一厢情愿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侯公子作画吟诗的雅兴了。如是。如是啊，你不要以为朝宗是个碌碌无为之辈，这报国之事，我自有想法。但愿如此。既然你有抱负，唯有借科举成大业，方是正途。我已经宣称不参加此次会考，倘若出尔反尔，岂不令人笑话？好男儿志在天下，受胯下之辱，韩信尚能统帅三军，更何况飞短流长？你莫再提及科考之事，提起我就烦恼。既然如此，公子三思，如是告辞了。茂某之所以让董姑娘继续以纱遮面，其实是花魁大会夺魁之计啊。哦，董姑娘的美貌早已名闻天下，小婉不敢当。
刚到南京城，人们就议论纷纷，想一睹芳容。到时在花卉大会一亮相，那效果……公子果然高见，小婉相信公子的眼光和谋略。公子所言，小婉自当言听计从。董姑娘既然相信茂某，茂某自当倾力为董姑娘包装。对了，董姑娘对侯公子的印象如何？小婉不敢妄加评论。既然茂公子拿他当是朋友，想必也是难得的人才。侯公子的眼光格调之高，恐怕整个南京城无人能及。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，这次花魁大赛定会成功。公子太过自谦了，小婉有公子相助就足够了，何须再借助他人之力？况且那侯公子的才华，小婉虽绝对相信，但他狂放不羁、特立独行的个性与小婉并不协调。茂公子一心为小婉着想，小婉很感激，但……董姑娘的心意，我明白。茂某以后不再提及此事。哦，小婉还有一事。董姑娘但说无妨。小婉既然将大事托付于公子，就没有将公子当作外人。以后公子就不要再董姑娘长、董姑娘短了，叫我小婉便是。我明白。小婉。放这啊，哎，挂上，挂在上面。好，哎，这怎么？哎，你这挂好了啊，小心点，把那个点往上面去一些。哎，放这啊。哎呀，侯公子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找我？瞧你这鸟门子官司，跟柳姑娘闹别扭了。哼，谁说的？我这不是挺高兴的吗？拿酒来。这饮酒作乐，自然少不了你的。别急，我正要问你呢。花魁大赛，你可是主帅，制定规模、出考题、安排赛场，这哪一样能少得了侯大公子您呢？那是自然，我侯朝宗无心科考，最看重这花魁大赛之事，妈妈不必担心。听我说完嘛，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想问你，你这么热衷的事儿，你那柳姑娘怎么反倒不参加呢？要知道，柳姑娘可是咱南京女界的一绝，她不参加，岂不大煞风景？她不参加？